好，我们在以前的视频里面有说明发放股利非常的重要，表示呢这个企业它的这个现金实力的雄厚。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在2023年的时候呢 Vietcombank Bank 它发放了 18% 的现金股利。那在2021年的时候呢，它发了 12%。股票股利呢，就是公司来赠送您股票所以呢，您的持股会变多，但是您的成本不变，所以呢，您整个的投资的成本会下降在2021年的时候呢 Vietcombank 又发放了2019年的现金股利 27% 所以它发放的股利算是相当多的。Vietcombank 预计于2024年的4月26号举办股东会。那在股东会的时候呢，他会决定今年要配发的现金股利跟股票股利。我会建议大家注意除权日跟除息日所以呢，想办法去参与，可以领取到现金股利跟股票股利，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增进您的投资报酬率。这一页我们看到的是Vietcombank 它的损益表您可以看到的话，这个审计后的损益表呢，在过去的4年当中呢，收入持续的增加，然后税后的获利也是持续的增加所以看起来这家银行呢是表现相当的不错。那这张表呢是 Vietcombank 它的债务结构有分为合格债务，然后呢 Debt Note 就是债务的票据，次级债务、可疑债务跟无法回收的债务其中呢这些数字呢都逐年增加，因为整个银行的成长那其中可疑债务跟无法回收债务虽然是蛮高，但是还是控制在整体总资产的2% 以下这个是 Vietcombank 的债务结构从时间上来分，它分为短债、中债跟长期的债务那您可以看到，在2023年各季当中呢，它的这个短债的比率是最高的，然后再来的话是长期负债，最后的话是中期负债这页的话是 Vietcombank 的资产负债表你可以看到在过去这段期间当中呢 Vietcombank 的总资产呢逐年的增加，那它的贷款也增加股票投资的金额是下降的，它的资本投入呢跟长期的投资也是增加，那存款的金额上升，整个资本跟准备呢也是持续上升。这个是 VCB 它的投资我们可以看到它投资的公司包含了 MBB 就是军队银行 3.79%， 然后它投资了 Exim Bank 越南进出口银行 4.84%， 然后它投资了越南航空 1.05%， Vietcombank 也有自己买回库藏股，然后呢，他投资了 Saigon Commercial Bank 这个就是之前出事的银行，那由大的银行来把这些出事的银行把它吸收下来所以他持有这个 SGB 是 4.37%。那另外他持有 Petrolimex Insurance 越南石油保险 8%。最后他持有了这个 Sherman Finance Joint Stock Company10.91%在这个严峻的经济情势之下呢，越南的央行 SBV 他们的政策呢就由紧缩转为宽松灵活。那因为在目前是景气的谷底，所以有很多的公司呢因为贷款利率过高无法生存，所以越南国家银行它实施了4次的降息，也就是一整年的利率呢降 0.5 到 2% 主要是要把利率下降来救厂商。在通膨可以有效的控制情况下，越南的贷款利率持续下降，主要是国家银行希望透过较低的利率来拯救企业这样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会在2024年的下半年产生积极的影响，
所以看起来的话，目前2024年应该是越南经济的一个谷底，接下来应该会有比较好的表现了，所以投资人呢也可以择机来进行布局银行相关的股票。